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个国际事件，就是在瑞士将会举行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就是各个国家在瑞士集结，大家一起来讨论如何解决目前的俄乌冲突，结束战争，恢复和平。这样峰会目前预计有100多个国家会参加。那乌克兰也邀请中国参加，结果被中国拒绝。我看到中国外长王毅他明确表示说，这个完全由中国自主来决定到底参加不参加，别的国家没有资格去当什么教师爷，特别的冲。大家看到吗？他的这种反应非常的激烈啊，好像别人邀请他是要害他似的。这是共产党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确实他现在已经完全倒向了俄罗斯。他如果出席这场乌克兰和平论坛的话，等于是在跟自己的大哥对干，所以他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他又不能够说我完全站在俄罗斯这边，因为他知道站在俄罗斯这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将跟俄罗斯共同的遭到全世界各国的唾弃，并且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也会施加在中国身上。所以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在帮俄罗斯。实际上现在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出来了，而且过去国际社会还给中国一点面子，就是认可你的这种所谓的中立、客观，对吧？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好听的话，但是实际上私下里在支持俄罗斯啊。当时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他们还是给中国一点余地，就是说看看你的做法啊，听其言观其行，就是我们对俄罗斯制裁，看看你中国的企业有没有跟进啊，是不是在配合。虽然你拒绝了大部分的制裁措施，但是有一些动作啊，这个西方国家也看到了啊，中国也在配合。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是完全的倒向俄罗斯。其实很早之前，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这么讲过啊，而且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我也这么讲过，就是我认为中国没有可能性是站在西方阵营，站在乌克兰这边的，一定是站在俄罗斯的。这跟什么入侵不入侵、正义不正义完全没有关系，这都是宣传的一些口号而已啊，都是舆论战。关键在于它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啊，党国利益。特别是共产党的维护自己这个政权的利益，所以他必须站在俄罗斯这边，因为否则的话，他站在西方这边，他也是最后被当作西方的制裁围堵的对象，对吧？那么他还不如多拉一个盟友是一个盟友，所以说他要站在俄罗斯这边，而且未来他有可能还要在台海制造冲突，对吧？就像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一样，所以说他们等于是同病相怜，都是帝国形态都是对外扩张，都是对内镇压，都是西方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中国必然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那么美国也看到了，所以才不断的向外界释放出一些信息来啊，不断的把这些中国向俄罗斯输送原材料、输送军事零部件，对吧？跟大量的被制裁的俄罗斯企业进行交易，去给这个俄罗斯的战争机器输送燃料啊。这些做法，甚至包括某些具体的企业，全部一个个都曝光出来啊，就是开始摆在台面上，告诉中国说，你现在做这些事情，我们都看到了。过去给你留点面子，没有曝光出来，但是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了啊！那一意孤行，站在俄罗斯这边，站在侵略者这边，那好，那我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些证据摆出来啊。再往下一步就开始制裁了。现在开始制裁中国的企业，是吧？那未来可能还要制裁更多的企业。甚至是对中国进行制裁，那么这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或者说，这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啊，不知道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之，未来总统一定会做的事情啊，他是一步一步加码的。那么这次在乌克兰多次敦促中国也参加这个和平论坛和平峰会，来向俄罗斯施压让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前啊，就是放弃侵占的乌克兰领土啊，在这种情况，基本上中国是不可能答应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因为这可以让乌克兰警醒，让他知道中国、俄罗斯才是真正的盟友。你乌克兰是被牺牲的对象，就算过去乌克兰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在面对西方的时候，你当乌克兰已经完全倒向北约了，已经变成了西方成员了啊，那这种情况下不再是俄罗斯的附庸国了，那这种情况下，那中国肯定不会跟乌克兰继续的合作，所以乌克兰是被中国给牺牲掉了。
那么这对乌克兰来说，对泽连斯基来说是一个狠狠的打脸。我觉得是件好事啊，让西方国家更加认清楚中国的立场是什么，而不是只看他们嘴上说什么。在过去，我看到泽连斯基还多次的在国际舞台上去 cue 中国啊，就是说中国怎么表态啊？中国你应该站出来啊！你应该跟俄罗斯去，因为你跟俄罗斯关系那么好，对吧？你应该成为一个调停人呐，对吧？之前对中国抱有很大的期待啊，这种幻想，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现在终于破灭了，我觉得是件好事儿。所以说，乌克兰未来跟中国的关系一定是好不了的。那我看到了这次的中国拒绝瑞士和平峰会的理由，在中国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啊，其实他讲到了，等于说为中国进行辩护，说瑞士和平峰会的本质是什么，中国为何不参加？他拿出了几个理由，我们来看一下，蛮有意思的。他首先说这是和平会议啊，但是呢，它是泽连斯基提出的乌克兰的和平公示啊，包括5大要点。说制裁俄罗斯，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保护公民的生命，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安全，以及获得更多支援，坚决自卫。这是这次的乌克兰在这次和平峰会当中的诉求。另外还呼吁联合国制裁俄罗斯的代表团的多项权利，甚至未来剥夺身为5常的否决权啊。说这些5大要点是乌克兰只想击败俄罗斯，希望俄罗斯受到制裁，付出代价。所以说，他们认为，中国这个官方认为，这不是一个和平峰会，而是激怒并挑衅俄罗斯的场所。就是你坚决的捍卫自己啊，惩罚侵略者，这是对他们来讲，这叫做激怒和挑衅。然后，中国的官方立场呢是2023年2月份公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这里面有一段话蛮有意思，说冲突战争没有赢家。说应该保持理性跟克制，不拱火浇油，不激化矛盾，避免乌克兰危机，支持俄乌相向而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逐步推动局势降级和缓和，最终达成全面停火。这是中方的立场。这个立场，我恍恍惚惚就想到了当年的汪精卫，他跟日本不就是目的就是这个吗？就是要双方相向而行，坐下来谈判，最后取得一个全面停火的协议。对不对？保障和平，保障人们的这个安危。汪精卫当时代表中国政府，就是要跟日本去谈的，去合作的，结果被骂成是头号大汉奸。这时候你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居然是让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去做汪精卫，去做乌克兰的汪精卫。喂，那你现在是不是太冤枉汪精卫了？对不对？然后他后面还说这个会议存在严重问题，什么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在乌克兰问题上抹黑中国立场而且这个说中国为俄罗斯的国防工业提供压倒性支持，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明摆在这个扯谎，对吧？人家已经拿出具体的证据来了，哪些公司叫什么名字，在做了什么事情，你们之间的这个外贸有数据，对吧？全部能看得到，全部都展示出来了，你居然否认，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最后他说，这样的峰会不开也罢而且说因为俄罗斯不参加，所以说单方面的这种和平峰会没有意义。如果俄方代表缺席，那你怎么达成一致呢？对吧？然后引述俄罗斯的话说，所有的安全议题如果没有俄罗斯参与，都是徒劳的。最后他说，打着和平旗号，企图借此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只能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就是说，当你被入侵了，你不能寻找国际社会来替你撑腰，来为你维护正义，你应该去跟侵略者去谈没有侵略者参与的任何的这种合作或者是促进和平的做法都是徒劳的。那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抗日？你应该满足他的要求啊，最后实现停火呀。为什么搞双标？都是被入侵当然你这个理由是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都是在入侵，都是你的领土被侵占了。那请问你的态度、你的看法、你的立场为什么如此的不一样呢？完全是相反的，对吧？到了日本这边就一定要坚持抗战，对吧？不能妥协，妥协就是汉奸，就是投降派。到了乌克兰了就让他们去妥协，你坚持抵抗，错就在你然后谁帮你抵抗，谁就是最大的这个罪魁祸首这是今天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想法。其实我们要明白，中国官方有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想法，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害怕这个和平峰会变成大家一起讨伐俄罗斯的峰会，
实际上最终的目的也是如此，就是这些国家做起来跟乌克兰达成一个相关的合作协议啊，实际上大家就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支援乌克兰，然后帮助乌克兰去对俄罗斯进行施压。其实目的是这个，因为你要解决现在的战争状态，你必须对俄罗斯进行施压，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有一个和平。就像当年美国如果不参战，如果美国不对日本禁运，那么日本侵略中国或者占领中国的领土就不会停，对吧？所以你除非像翁精卫这样，就是合作啊，就是完全变成你的傀儡政权，或者是成立满洲国，对吧？只有这样可以避免战争。但是很明显，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不愿意去做汪精卫，不愿意去做溥仪，对吧？他要跟俄罗斯对抗到底。这种情况下，大家需要向俄罗斯施压，而中国呢，不仅不向俄罗斯施压，还要帮助俄罗斯。如果美国不向日本施压，不对日本出兵，反而是在帮助日本，替日本说话，那中国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所以大家要将心比心嘛。虽然在我看来，乌克兰的所谓和平方案在俄罗斯这儿行不通，但是不代表这个方案不能坐下来谈，就是这个方案是可以妥协的，我认为是可以妥协的。但是现在目前状态是，这个方案和俄罗斯的方案相差太多，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靠武力，看谁的拳头更硬，看战场上的胜负来决定谈判桌怎么谈，或者说谁更早被逼到谈判桌前去改变自己的和平方案去进行某种妥协。就是双方最终还是要妥协，双方最终还是要谈判，对吧？最终还是要解决目前的战争状态。但是在此之前，双方必须要受到压力比方俄罗斯也要受到压力，乌克兰也要受到压力，双方最终都觉得这战争打不下去，才可能去想到一个解决办法。而目前看起来，这个战争还能打下去，大家还会去继续的通过武力的方式去僵持下去。那么今天目前就是这样的状态，而今天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实际上目的就是能够促进尽早大家觉得打不下去，然后回到谈判桌前。但是中国很明显是要跟着俄罗斯走，屁股后边走的那么这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说，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讲任何的大道理，讲任何的所谓正义所谓的公平这些都是假的不要相信。我看泽连斯基也很聪明他就特别提到了说，你中国不是表示公正吗？不是中立吗？那好，你跟俄罗斯谈了这么多，那你是不是也跟乌克兰谈一谈呢？你既然这么中立的话，对吧？你这么长时间站在俄罗斯这边，那你今天是不是应该站在国际社会这边，站在支持乌克兰的这边，作为一个平衡，对吧？但是你现在如果拒绝出席这样的一场国际峰会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只跟俄罗斯谈，只跟俄罗斯合作，不愿意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那你怎么能够算是公正公平呢？泽连斯基这段话其实就是打中国的脸。比如说乌克兰外交部就这么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代表如果参加这次峰会，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乌克兰实现公平持久的和平，恢复其领土完整做出实际的贡献。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和俄罗斯有过4次领导人会晤，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中国参加瑞士峰会，将是中国平衡立场的重要信号但是中国很明显，他不需要平衡信号，他的立场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站在俄罗斯这边，只不过他嘴上不愿意承认而已。而且就在新加坡的时候，泽连斯基还批评了中国，不仅中国不愿意出席这次的瑞士峰会，甚至还在劝说其他的国家不要出席这次峰会，等于替俄罗斯去劝其他的国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难道还不明显了吗？泽连斯基的原话是说，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大国，却成为了普京手中的工具。其实谁是谁的工具还不好说呢，就是中国也在拿俄罗斯当做一个工具，叫看俄罗斯来挑动这个跟欧美的关系这样的话呢，给中国一个缓冲的机会他们也在这么想而且俄罗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更想跟中国结盟，更要支持中国的军事在各方面战略能源各方面都要支持中国了更要拉拢中国了，对吧？所以说双方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泽连斯基他不仅是嘴上这么说，他还有实际的动作，就是他访问菲律宾
啊，在马上即将举行的这个环太平洋全球最大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时候，他访问了最近跟中国有南海冲突的菲律宾。本来泽连斯基是去新加坡参加之前我讲过的这个香格里拉防务峰会，然后参加这个论坛之后啊，突然秘密的访问菲律宾，而菲律宾最近跟美国走得非常近啊，加强了在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啊，而且跟中国有这样的这军事冲突，所以访问菲律宾也是释放一个信号，一方面拉拢一些亚洲国家来支持乌克兰，同时也提醒菲律宾这些国家，亚洲国家，就是中国现在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跟俄罗斯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相似。俄罗斯在欧洲破坏和平，同样的，中国也可能在亚洲破坏和平啊，以所谓的统一的名义，在台海、在南海发动战争。而菲律宾总统马斯克啊，已经在这个新加坡的论坛上也释放了很强烈的信号，甚至还跟一个中国的将军啊针锋相对，反驳了这个将军的说法。就是在南海的冲突问题，所以马斯克跟泽连斯基说的是，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跟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相似的。他说这个话里有话，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的，不管是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还是马上要举行的瑞士和平峰会，都可以看到各个国家都在找各个国家自己的组织，互相在试探边界，在试探立场，然后慢慢的集结自己的阵营。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明确了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乌克兰也就不要抱有对中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啊，就踏踏实实的跟菲律宾跟这些欧美国家联合起来，指望中国帮乌克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接下来就应该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啊，就是要利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俄罗斯继续的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否则的话，要不然你就像汪精卫一样啊，就投降算了啊。但是泽连斯基又不能选择这条路，他又不愿意这么选择，那就只能够继续的去当蒋介石啊，然后有美国有其他的这些盟国来支持他。那对抗的谁呢？对抗的不只是俄罗斯了，还对抗是俄罗斯加上中国。当然，你可以再加上伊朗，加上朝鲜啊。当然，这伊朗跟朝鲜也不是太明确，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阵营。欧美阵营在集结，这轴心国他们也有阵营，但是比欧美阵营其实要弱的很多，因为欧美至少还有一个北约，对吧？它还有一个防务条约，比如说美国、日本还有安全条约，美国、菲律宾有安全条约，美国跟韩国、跟澳大利亚都有安全条约，但是中国跟任何国家没有任何的安全条约，就是大家不愿意承诺，你逾期了我会帮你，对吧？到现在为止，中俄都没有这样的防务条约，所以说只要西方国家能够集结起来，对俄罗斯施以最大的压力，包括对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就能朝着更和平的方向前进。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把这个桌子掀翻的情况下，谁的承压能力越强，谁就能够占上风。所以欧美国家我认为是有足够的韧性，可以相互合作，加快把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对吧？不再依赖中国的产业链，这样的慢慢的，我觉得事情就可能好转。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或者是普京政权的崩溃，就不是一场梦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啊！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欢迎加入会员，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